不打算来？根据万黑山脉那些强者传回来的信息，剑无双的确没有朝血堡来的意思，他依旧在那片区域与强者交战，磨练自己。哼哼，这小子倒是挺聪明的，难道本座就不能主动去找他吗？叫万黑山脉内的人盯着那剑无双，将他所在的位置随时传达给我。是。不愧是九府真神，实力的确了得，今日受教了，告辞。站在第二层次的强者，实力的确强横。我虽然创出真神绝学来，也同样有资格踏足第二层次，但在第二层次的众多强者当中，应当也是处于垫底的。不过这些年的交战经历，让我对那流光幻影身法的掌握也在不断提升，应当用不了多久便能够达到第二重境界了。到时候便可以足足迸发出9道幻影，我的实力也会大幅度提升，特别是速度上。等到了那一步，我应当就可以开始我的猎杀计划。无心君主实力太强，可是我不同，我只是一个界神，天剑牢狱当中的强者对我不会有太多敬畏的，而且同样擅长意识攻击，可我相比起无心君主来，却有一大优势，那就是我的意识已经蜕变成灵魂之力了。灵魂之力一出，我可以轻易找到那些隐藏的强者，将他们斩杀掉。这一点，那位无心君主怕是做不到。啊，这模样，还有这气息，是血帝。找到了。这血帝之前找人托话给我，要我去他血堡，我没去，现在竟然主动过来找我了。剑无双，本座又没有杀你，你跑什么？天剑牢狱强者虽然有不少，但是看到血帝大人来到面前而不逃窜的，恐怕也没几个吧。剑无双不才，可没那么大胆量敢正面面对血帝大人。本座之前让人传话来请你，可你却不来本座的血堡做客，自然本座只能亲自来寻你了。不知血帝大人是有何事需要我效劳啊？其实本座找你，只是有一件小事需要你帮忙罢了。本座在这段时间一直在钻研一门阵法，可那阵法布置起来却需要一种名为天煞经的晶石。本座手头拥有的天煞经并不多，所以才想要找你借几枚。天煞经？什么天煞经啊？血帝大人从哪听说我有天煞经的？你没有天煞经？的确没有，而且我都不曾听说过这天煞经。听都不曾听说过？他竟然连天煞经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我族的人，但他身上却有我族宝物。剑无双，那天煞经你应当有，只是不曾认识罢了。本座这里有枚天煞经，你先瞧瞧。剑无双，赶紧逃！这血帝还说不想杀我他了，龙血秘术。啊！竟然让他逃了！那小子虽然逃窜起来速度快得惊人，但应当还来不及逃出万黑山脉。不出意外的话，他是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而且藏的地方就在本座面前的这片疆域1亿里的范围内。所有人都集中到这片疆域1亿里范围内，给本座用意识查探，务必要将那剑无双给找出来。国王，我的神力还需要多久恢复巅峰啊？实力越强，神力恢复起来也就越艰难，更何况你的神力并非是在正常厮杀当中消耗的，而是强行燃烧神力去逃命。当你逃到这洞府来时，神力已经消耗了9成9，
就算有我替你恢复，少说也要3天才能够恢复巅峰。3天了？那血帝到底发什么疯？找我要天煞经，我说没有，他就直接出手杀我。难道他真的认定我身上有天煞经吗？可是我的确连天煞经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因为你不知道天煞经，那血帝才会出手杀你。为什么呀？剑无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位血帝是血煞门的人。血煞门？血煞门的强者要杀我，难道是因为血煞降甲？应该是。血煞降甲是血煞门以歹毒手段炼制出来的宝物，而血煞门强者对这样的宝物都具有一定的感应能力，且这感应能力距离越近，感应的也就越强烈。之前你在天剑牢狱当中其他地方闯荡，由于距离远，那位血帝无法感应到你身上那血煞降甲的存在。可当你来到万黑山脉之后，距离近了，他便感应到了血煞降甲的气息，所以他才盯上你。不过他虽然可以感应到血煞降甲的存在，但他却无法判断出你是否是血煞门的人。毕竟血煞门的人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时都会小心翼翼，会完全将血煞门修炼的秘术功法气息给隐藏起来，在不主动展露气息的情况下，没人知道他是血煞门的强者。所以他一开始对你的态度还颇为不错。至于他开口找你要天煞经，那是他在试探你。天煞经是血煞门以独特的手段强行炼制出来的宝物，无比珍贵，万古混沌世界大多数强者都不曾听说过，但若是血煞门的强者，却必然是知道的。他用天煞经来试探你，可结果你连天煞经是什么都不知，因此他才判断你并非是血煞门的人。那血煞降甲也是你机缘巧合下得到的，所以他才要杀你，要夺取你的血煞降甲。原来是这样啊！我的血煞降甲虽然威能不错，但也只是一件界神级别的混沌奇宝，并未达到真神级。你那血帝的实力应该不会在意这样的宝物吧？呵呵，这你就想错了。这血煞降甲对你来说的确只是一件界神层次的混沌奇宝，可对血煞门的强者却不同。毕竟这血煞降甲可是血煞门独有的宝物，且寻常的血煞门强者还没有资格拥有的。像你当初斩杀的那道元子，虽然他实力不如这血帝，但他的背景应当比血帝要更加了得。血帝都没能弄到一件血煞降甲，但道元子却弄到了。对血帝来说，这界神层次的血煞降甲他是用不着，但等他出去后，他却可以想办法通过大量的屠戮与杀戮，提升这血煞降甲的层次，将血煞降甲提升为血煞王甲。那血煞王甲可是很多血煞门强者梦寐以求的宝物。血煞王甲，难怪的血帝想杀我了，想要夺取我的血煞降甲了。这血帝是血煞门的人，既然如此，我若是把他的身份传播出去，他岂不会是成为天剑牢狱众多修炼者的公敌吗？不会，若是在外界，你公布他的身份，他的确会成为公敌，被众多强者追杀。但这里却是天剑牢狱，在这牢狱当中，所有人都是囚徒的身份。在这般局面下，天剑牢狱当中的强者都只想自己能够存活下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摆脱这囚徒的身份。至于血帝是不是血煞门的人，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也对。剑无双，我传授你一套隐秘法门，你好好钻研下，尽快掌握。隐秘法门？你现在被这血帝盯上，麻烦可不小。虽然你暂时逃出了他的视线范围，可他肯定知道你藏在这片疆域，必然会命令依附他的那些强者在这片疆域内大肆搜寻。若是让他们找到，那你可就惨了。而若是掌握了我的法门，
他们想要找到你就没那么容易了。接下来的时间，你干脆就藏在这里潜修，蛰伏起来，让血帝跟他的人慢慢去找。等过段时间他们找累了，你再找机会出去。我当初跟随洛真王四处闯荡，也学会了不少法门。现在教你的这门隐秘法门，虽然万古混沌世界当中层次也不算太高，但对你来说应当够用了。学会这门法门，一般的真神别说简单的意识覆盖了，就算是依靠意识在这片疆域内查探，那应当也是发现不了你的存在。有人，而且应当还是一位真神。果然啊，纵然是真神也没能发现我。竟然找不到，难道他已经逃出去了？不，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可能逃出去，肯定还在这1亿里范围内。只是他肯定修炼过一些颇为了得的隐秘气息的法门，所以才让我的人找不到。麻烦了。那剑无双只要不是傻子，就一定会一直藏匿蛰伏起来，等以后再出来。毕竟依附在我麾下的那些强者，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这1亿里的范围内，替本座监视他的踪迹。事到如今，想要将那小子给找出来，或许只有一个办法了。血帝，好久不见。无心，听说不久前严君已经去过蓝王那儿，接下来应当便是到你这儿来了。而你今日特意请我到来，莫非是因为应付严君？严君，那个疯子。哼，那疯子来就来，反正不是1次2次了。我今日找你来，并非是因为那严君，而是另有其事。哦，说说看。无心，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就在1000多年前，这天堑牢狱来了一个新来者，叫剑无双。这剑无双与我有极大的私人恩怨，我一定要将他斩杀。一个新来者，跟你有私人恩怨？什么私人恩怨？那是在牢狱之外的一些事，我不方便告诉你。但不管怎么说，这剑无双，我必须是要杀死的。之前我便是因为察觉到他与我之间的恩怨，这才立即出手想要置他于死地。可没想到那小子保命能力极强，竟然从我手中逃掉了。哦，能够在你堂堂血帝的眼皮子底下逃掉，这剑无双能耐非凡啊。那小子的确有几分能耐，不过他也只能从我面前逃脱，却无法逃脱出这万黑山脉。我可以肯定，他现在还藏在我脚下这片大地的1亿里范围之内。这些年，我让我麾下的那些强者一直在这1亿里范围内搜寻，通过意识去寸寸探查，可依旧没能找到他。以我的估计，他应当是修炼了一门了得的隐匿气息的法门，可以瞒过一般真神的意识探查，所以我才找到你。你是想要让我帮你将那剑无双给找出来？对，在整个天剑牢狱众多真神当中，在意识方面，你绝对是排在第一的。我麾下那些普通真神找不到剑无双的存在，但以你在意识上的造诣，只要肯帮忙，绝对可以将他找出来。绝对可以将他找到。哼，学弟，你说的倒是轻松。1亿里范围，这仅仅是意识覆盖扫荡倒还简单，可那剑无双隐匿的手段竟然如此高明，
我也得依靠意识去寸寸查探，而你也清楚，在这天剑牢狱当中，意识弥漫范围本就受到一定的限制，纵然是我，单单想要将10万里范围寸寸搜查一遍，都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足足1亿里，得找到什么时候？学弟，你这忙，我怕是帮不上了。2颗煞魂珠，如何？煞魂珠，学弟，你果真是那方势力的人。不管我是哪的人，总之现在你我都是这天剑牢狱的囚徒，不是吗？这倒是，3颗煞魂珠，我替你找到剑无双。3颗。煞魂珠虽然珍贵，但跟血煞降甲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3颗煞魂珠，我答应了。这里边有1颗煞魂珠，剩下2颗，等我杀死那剑无双后，再给你。可以。这10万里范围内也没有，去下个地方。70年时间，已经将这1亿里范围搜查了大半。若是那剑无双真在这1亿里范围内的话，应当用不了多久就能够找到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第2幅图案我也彻底悟透了。接下来便是第3幅。第3幅明显比之前2幅还要高深很多呀。又有强者来意识骚动，看样子血帝还没放弃了。是血帝，至于另外一个是无心君主，这血帝竟然将无心君主给请来了，希望他发现不了我。找到了。被发现了，赶紧逃！逃得掉吗？啊！学弟，按照约定，我已经将这剑无双给找了出来，而且还将他困在这意识牢笼当中。至于能不能真正杀死他，那就得看你自己的了。这是剩下的2枚煞魂珠。剑无双，哎，麻烦大了。这应当是无心君主成名手段之一，意识牢狱。据说陷入这意识牢狱当中，就算是站在第2层次顶端的真神都难以逃脱出去。不过第2层次顶端的真神逃不出去，却并不代表我也逃不出去。哼！这意识牢笼虽然很坚固，但也有薄弱点，那薄弱点就在那儿。以我的实力，若是施展全部手段，或许可以将那处薄弱点轰开，当时便有了逃窜的机会。剑无双，受死吧！好强的威势！哦，这剑无双竟然也擅长意识攻击，而且手段还不俗吗？受我一击，不仅没死，甚至气息都没有怎么削弱。剑无双，你的手段倒是不俗啊！哼，你血帝要是能够真的爆发出真神的战力来，要杀我应当是轻而易举，但现在恐怕没那么容易。本座倒要瞧瞧你能支撑多久。若是在天界牢狱之外，你早就死了。快接近！无心的意识牢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无心
还有血帝。这位界神，应当是不久前才来到这天剑牢狱当中的剑无双吧？能够在血帝手中挣扎这么久，倒也不错，但也到此为止了。剑，马上就要到了，就是这时候。什么？他竟然知道我这意识牢狱的薄弱点。这一招，血帝，你之前可没说过这剑无双懂得施展这一招的。我之前也不知道他会那一招啊。事已至此，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杀！出来了。什么？这是？好可怕的气息！这气息好生狂暴，而且比血帝、无心君主还要强。这人是严君。好家伙，天剑牢狱的4大君主竟然一下子出现了3位，而且这位严君竟然还出手替我拦下了血帝跟无心君主。血帝、无心，你们2个竟然敢对我的人下手，好大的胆子！我的人？这位严君说我是他的人。严君，我是受血帝的邀请而来，他给我好处，而我则是替他将这剑无双找出来。在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人。我也不知道。我管你们知不知道，总之你们已经动手了。既然你们已经对我的人出手，那就得为你们的所为付出代价。这是血岩国度，这位严君是血岩一脉的强者。这次便给你们2个一个教训，若是再有下次，哼！走！走！剑无双，多谢严君大人出手相救。你是我血岩一脉的人，是我严君的后辈，我当然得出手救你。更何况，就算我不出手，你刚刚应当也能逃掉吧？走，找个地方，你我好好聊聊。剑无双，你是从哪儿修炼的血岩国度这一秘术的？我是在飞雪神国大禹界域血岩岛内。还好，我血岩一脉虽然没落了，但终归不曾彻底覆灭。严君大人，莫非你便是血岩一脉那位创始者？开创者，算是吧。果然，很多年前，我在一方神国当中开创了血岩一脉，那方神国便是天剑山掌控的72神国之一。而当时，因为有我这位真神亲自坐镇的关系，血岩一脉在那方神国当中也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大势力，几乎没人敢惹。可到后来，因为一次意外，我招惹到了天剑山，且可以说将天剑山得罪得非常惨。当时我便明白，我血岩一脉危险了，所以我当机立断，命令我血岩一脉的强者立即离开那一神国，而我自己也选择逃窜。但天剑山的势力实在是太过庞大了，我最后还是被天剑山的强者抓住，被关押到了这天剑牢狱当中来。但幸好我血岩一脉是逃掉了。原以为我这一辈子都会被关押在这天剑牢狱当中，终生无法再与我血岩一脉的后辈见面了。
可没想到今日竟然让我碰见了你。能够在有生之年再看到我血岩一脉的后辈强者，知道我血岩一脉还存在于万古混沌世界的消息，我燕军总死也无憾了。燕军大人，放心吧，以你的实力，早晚有一天是可以离开这天剑牢狱的。离开？要离开这天剑牢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一辈子怕都没有离开的那一天了。为什么呀？剑无双，你只是一个界神，对界神来说，只要在这天剑牢狱当中杀死100位同阶界神，或是10位真神强者，就可以离开。可对真神而言，这离开的条件就不同了。一个真神想要离开天剑牢狱，就必须在这牢狱当中杀死1000名强者，而且这1000名强者还不分境界的。也就是说，你就算杀死的是同阶真神，依旧只算1人。可你也知道，这天剑牢狱的强者个个保命能力不俗，并非是那么好杀的。而且整个天剑牢狱强者数量也不多，一位真神想要在牢狱当中杀死1000位强者，太难了。的确很难，但是终归有一线希望。对，是有一线希望。这希望便是通过漫长岁月不断去积累，就算平均1万年才能杀死一位强者，1000万年下来也能够达到要求了。可这针对的也只是普通真神呐，而我却是这天剑牢狱4大君主之一。作为君主，我们离开的条件更加苛刻。更加苛刻？难道是要你们1万名强者？1万名？不，作为君主，我们依旧只要杀1000人。不过，我们要杀的却必须是真神。什么？剑无双，你现在知道为何我对离开这天剑牢狱早就绝望了吗？当然了，我们4大君主想要离开这天剑牢狱的话，倒也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突破到真神的第2阶段。那一阶段已经仅次于大能者了，远比普通的第1阶段真神要强得太多。这样的强者，这天剑牢狱也关押不了。所以那位天剑山主人也说过，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够突破到那一步，同样可以出去。但可惜那一步却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能够踏出去的。万古混沌世界那么多真神强者，可真正能够跨出那一步的又能有多少？起码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的。不只是我，其他的3大君主也都没有希望。好了，不说这个了，说说你吧。剑无双，你是怎么被关押到这天剑牢狱当中来的？又怎么会被血帝跟无心君主给盯上？这个嘛……哦，星辰一脉，你竟然是星辰一脉星辰宫的弟子。你星辰一脉的高层强者倒也是有意思呀，竟然让你去天剑山上杀人，这摆明了是要挑衅天剑山主人呐。谁说不是呢？你说那血帝是血煞门的人？我只是猜测，但是应当8九不离十。哼，血煞门的杂碎！之前我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时，便曾亲眼见识过血煞门的手段。他们用歹毒的阵法，在短短不到1000年时间里，生生将21个界域无尽的生灵全都炼化掉了。当时在那一方神国当中，可是掀起了滔天巨浪，连天剑山主人都被惊动了。后来据说天剑山主人亲自出面追查此事，但可惜血煞门的人溜得太快，
并没有落入天剑山主人的手中。没想到，咱们现在所在的天剑牢狱当中，竟然也有血煞门的人，而且还是4大君主之一。可惜这里并非是万古混沌世界，而是天剑牢狱。就算知道这血帝的真正身份，我们也奈何不了他。天剑牢狱当中的强者，个个都是囚徒的身份，自身都难保，谁还管这血帝是不是血煞门的强者？至于我，就算有心想要对这血帝出手，可在神力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我顶多也只能压制他，蹂躏他，但想要杀死他，却根本不可能。剑无双，若血帝果真是冲你身上那件血煞降甲来的话，那你今后可得小心了。血煞降甲对我们一般的真神来说用处不大，但对这位来自血煞门的血帝而言，用处就大了。他若是得到了血煞降甲，那完全可以想办法在接下来很漫长的一段岁月里去提升血煞降甲的威能，将血煞降甲提升为血煞王甲。一旦他拥有了血煞王甲，我敢肯定他的战力应当就可以达到真神的第2阶段，到时他就可以离开这天剑牢狱，而这应当也是他唯一可以离开这天剑牢狱的机会，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因此，就算我之前教训了他一顿，也给了他警告，但只要有机会，他依旧会毫不犹豫地对你下杀手。我明白，原本我是打算在血帝的万黑山脉再历练一段时间的，等我的流光幻影身法达到第2重境界后，便展开我的杀戮计划。但是现在看来，这计划得拖一拖了。剑无双，你若是需要历练的话，不如跟我回盐狱吧。盐狱？我们这4大君主在天剑牢狱当中都各有着一大地盘，血帝的地盘在这万黑山脉，而我的地盘便在盐狱，比这万黑山脉更大，拥有的强者也更多，且那里是我的地盘，你可以在那里肆意跟人交战磨练。不管血帝如何渴望得到你身上的血煞降甲，他也没那个胆量跑到盐狱来对付你，而且也对付不了你。好主意啊！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便动身。剑无双啊，你是不是又哪里得罪了阎君大人？阎君大人之前传话过来，说若是我们碰到你的话，要竭尽全力想办法将你给斩杀了。哦，哼，想杀我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耐了。杀吧！3000年，我在这盐狱当中整整磨练了参悟了3000年，这轮回悟剑图的第3幅图案，我总算是完全悟透。天道本就高深莫测，且越往后参悟起来也就越加艰难。剑无双，你毕竟只是一个界神，而且还只是一个2重天界神，能够在3000年时间内将那轮回悟剑图第3幅图案参悟透，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你要知道，一般的真神别说3000年了，就算给他3万年乃至30万年，他都未必能够达到你这一步。虽然用的时间久了点，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我也已经到了这一步了。绝学上的确差了些，但我有众多底牌与手段存在，加上自身神体又强横，应当也足以正面面对那血帝了。如此，我的杀戮计划也可以真正开始了。你准备离开盐狱了？打算去哪儿？去到处游荡，猎杀强者？不，我没打算到处去闯，我打算直接去万黑山脉。万黑山脉，血帝的老巢？看你的样子，似乎是有把握面对那血帝了。对，现在这天剑牢狱当中，应当已经没有人具备杀死我的能力了。就算是阎君大人你，恐怕也做不到了。
哦，这般自信。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我的令符你已经有了，若是在万黑山脉当中遇到什么麻烦，再传讯找我便是。好。3000年前，这小子面对那血帝，拼尽全力都很难保住性命。但3000年后的今天，他却能有如此的自信，说能在血帝面前，甚至在我的面前保命。这进步度倒着实够惊人的呀！我血眼一脉倒是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小家伙呀。希望这小家伙能够有机会从这天剑牢狱当中出去吧。3000年前那血帝跟他麾下的强者可是将我逼迫得异常凄惨，躲在那地洞当中足足上百个年头都不敢冒头，甚至最后他还请来了无心君主，找到了我的位置。若非后来严君大人到来，我纵然可以逃得过血帝与无心君主的追杀，可依旧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哼，3000年前的债，今日我剑无双可要来报了。戒神，这位戒神保命手段虽然不错，但以我现在的实力，想要杀他是轻而易举的。不过仅仅只是一位戒神，就算杀了，对我而言也没有太大帮助。杀一个真神抵得上杀10个戒神，明显要划算得多呀。火元真神在天剑牢狱站在第3层次的，还不曾领悟天道之力的真神，而且他还是依附在血帝麾下的强者。3000年前，在那1亿里范围疯狂搜寻我踪迹的真神，里面就有他。哎，当初不应该为了一点好处，就暗中对那位皇室弟子下手，不然我火元也不会被关押到这天剑牢狱当中来，一关就是800多万年之久。也不知道我火元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剑无双，是你？哼，火元真神，别来无恙。你好大的胆子！明知道血帝大人满天下找你，要杀了你，你还敢来万黑山脉，而且还回我洞府？真以为有阎君撑腰，这天剑牢狱当中就没人奈何得了你吗？我是有阎君撑腰，但这次来万黑山脉的却只有我一个人。那血帝既然他这么想要杀死我，尽管来便是。很好，我现在便给血帝大人传讯。传讯完了吧？这剑无双看着我给血帝大人传讯，竟然都不阻止，莫非是有恃无恐？火元真神，既然你已经传讯完毕了，那你是不是该想想现在的处境了？怎么，你莫非还打算跟之前一样，想用我们这些真神当你的磨刀石？磨刀石？不，我的磨练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便是要想办法离开这天剑牢狱了。而这离开的条件你也知道，我虽然是戒神，但是也得杀死100名戒神或是10位真神才可以，而你是我的第一个目标。杀我？就凭你？真是可笑！我堂堂一个真神，在这天剑牢狱当中，除了4大君主，谁能够杀死我？哼，在之前我刚来这天剑牢狱的时候，也碰到一个人，他是龙修戒神。这位龙修戒神比你更自信，他说整个天剑牢狱内，除了无心君主之外，没人杀得了他。可是后来他死了，我杀的。你杀了龙修戒神？你也跟那位龙修戒神去吧。这是龙修戒神的身法秘术。哼，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戒神而已，
你当我会怕你？给我死！血光！哇！杀！一剑就将我重伤，怎么会强成这样？逃！赶紧逃！龙血秘术！哇！真神，这可是真神强传，我竟然杀死了一位真神。哼，不过一个站在最底层的真神而已，杀了就杀了，有什么好激动的？更何况这位真神还是因为身处天剑牢狱当中，神力受到限制的缘故，不然你可没法将他杀死。当然了，就算在天剑牢狱之外，像火元真神这等神体，绝学都很一般，也不曾感悟达到天道之力的真神，凭你现在的实力，也可以正面抗衡了。我杀了这火元真神，那位血帝应当也会第一时间知道消息，就是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过不管他有什么反应，现在的我都已经无需惧怕他了。而且这火元真神仅仅只是刚开始而已，接下来开始杀戮。剑无双，他竟然又来我万黑山脉了，还真是好胆呐！莫非是认为有阎君撑腰，本座就不敢杀他？呵呵，这剑无双既然如此自大，倒也正好，本座正愁没有机会杀他呢。去，立即给火元传讯，让他想办法拖住剑无双，就算拖不住，也得给我盯着他。本座很快便会亲自赶过去。是。怎么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位火元真神并没有回讯。没有回讯？难道他正在跟剑无双交手？继续给他传讯。足足1个时辰了，就算是剑无双交战，也绝不可能战上如此之久。且连一个讯息都不回，那现在他的确没有丝毫反应。这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这火元真神已经死了。火元竟然死了，难道是阎君出的手？不对，阎君是这天剑牢狱公认的第一强者，他自恃身份，若火元不曾主动招惹他，他不至于降低身份对火元出手，就连帮助剑无双杀死火元都不可能。那也就是说，杀死火元的就是剑无双一个人。一个界神竟然杀死了一位真神。他刚来天剑牢狱的时候，其实力只是排在第3层次的呀，甚至在第3层次还排不上顶端。可现在还不到5000年的时间，他竟然已经有能耐跟那2位妖孽一样去杀真神了。好恐怖的进步速度，怪不得这小子敢再次来我这万黑山脉了，原来是对自身实力有着极大的自信。不过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自信，本座才能有机会杀死他，夺取那血煞降甲。传令下去，让那些依附在本座麾下的强者，从今日起在万黑山脉内给我紧紧盯着那剑无双。一旦出现剑无双，立即给我禀告，这一次本座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逃脱的机会了。幻羽真神，你逃不掉。幻羽真神，天剑牢狱众多真神当中极其低调的一位，保命能力也不弱。正常情况下，要不是4大君主层次的存在亲自出手，不然就没人杀得了你。但是可惜，你碰到的是我。
都听着，但凡是在万黑山脉内，不管是界神还是真神，哪怕是处于第2层次的真神，都立即找个地方藏匿起来，收敛气息。那剑无双应当找不到你们。若是万一找到了，不管是谁，立即逃命。同时也要给本座传讯，本座会立即赶过去。记住了，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那剑无双虽然只是界神，但实力却异常强横。火元真神、麒麟真神先后死在他的手中，现在就连幻羽真神也都陨落了。若是你们再不警惕，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们。剑无双，3个月内屠了我麾下5位真神，你倒真是好手段。才5位真神而已，而且这5位真神虽然依附于你，但对你而言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就算杀了，对你这位高高在上的血帝又能有什么影响？只要能杀了你，一切都可以平息下来。的确，杀了我什么事都没有，你依旧是这天剑牢狱公认的霸主之一。至于死掉的5位真神，今后肯定还会有其他真神依附在你麾下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杀得了我？找死！血帝九天剑，九阴血刀，魂幻影，万影式，哈哈，剑无双，本座还真是小瞧你了。短短3000年时间，你的实力便已经提升到了这一步了。看样子，纵然是本座，也得施展一些手段才能够杀死你了。有什么手段，尽管施展出来便是。既然如此，那你便受死吧！血煞魔域，这一招，这是血煞门的血煞魔域，是一门非常可怕的秘术。剑无双，你小心了。来吧。好可怕的秘术，单单抵挡这一招，我的神力竟然直接消耗了30%之多，灵魂之力更是消耗了近半。这样的秘术，若是再来几次，我也抵挡不住。不过幸好，这血帝施展这一招，应当也不轻松。竟然挡住了，这小子竟然挡住了我的血煞魔域。血帝，刚刚那一招应当是你的最强绝招。既然你的最强绝招已经施展出来了，那接下来你也接我一招吧。古神第4招神劫。九阴血刀，不愧是4大君主之一的血帝，今日我剑无双领教，告辞。短短3000年，强成这样，本座已经跟剑无双交手了，他现在的实力不亚于我，而你们若是不想死的话，就赶紧离开万黑山脉，找地方藏匿起来。血帝大人亲自出手了，结果都奈何不了剑无双。血帝大人亲口承认，说剑无双的实力已经不亚于他了，怎么可能啊？连血帝大人都奈何不了，万黑山脉内还有谁能够阻拦着剑无双的杀戮啊？逃！赶紧逃出万黑山脉！继续待在这里，一旦被剑无双找到，必死无疑。这血帝的确够强，特别是他施展血煞魔域那一招，若非有这血煞降甲护体，我还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
不过跟他这一战，也证明了我的判断。我现在的实力，的确已经勉强可以和4大君主相比。剑无双，听说你跟血帝再次交手了，而且还斗了个旗鼓相当。是交手了，但若说是旗鼓相当的话，也太勉强。论实力，那血帝比我还是要强上一些的。哎，你别谦逊，那血帝都亲口承认，说你的实力不亚于他了。对了，你现在还在万黑山脉内吧？我刚得到消息，那位血帝已经给他麾下的强者传讯，让那些强者全部离开万黑山脉了。都离开了？不离开能怎么办？很明显，你是在猎杀他们，连第2层次的幻羽真神都死在你的手里。万黑山脉内的那些真神界神们对你自然敬畏无比，而且你的意识查探手段也非常了得。他们在万黑山脉内隐匿的再好，都有可能被你找到。在这种前提下，除非是找死，否则谁敢留下来？这些真神们若是离开万黑山脉，躲在天剑牢狱的各个角落，天剑牢狱的范围可不小，就算是我想找他们也颇为艰难。就是如此。不过既然他们都已经在躲着我了，那就算了。反正3000年前找我麻烦的，也不仅只有这血帝一位君主。你的意思，莫非是想要再打吴心麾下那些强者的主意？3000年前，那吴心君主可是帮助血帝一同来追杀我的。现在我已经杀了血帝麾下的5位真神，那位吴心君主就岂能这么简单就躲过呢？我现在也去他的地盘大肆杀戮一番，也狠狠报复他。剑无双，吴心君主不同于血帝，他的意识攻击异常强横，你可有把握面对他？放心吧，我既然敢去他的地盘，那肯定是有把握的。天凤，这段时间关于那吴心城内的事儿，你可听说了？那么大的事，在整个天剑牢狱都传得沸沸扬扬了，我当然知道。说来，那位剑无双也当真厉害，先是前往血帝的底牌万黑山脉，直接屠戮了5大真神，现在又跑到了吴心君主的吴心狱当中，同样斩杀了2位真神。这些真神当中可是有一位处于第2层次的，却依旧死在他的手中。我听说那吴心君主都亲自动手了，甚至连他的最强绝招生死9重天都施展出来了，却依旧没能奈何得了他。生死9重天，那可是非常可怕的幻境。以吴心君主的能耐全力施展之下，整个天剑牢狱除了3大君主以及少数几位处于第2层次顶端的真神之外，按道理没有人能挡。但这个剑无双一个界神也能挡住那一招，真不知道他的意识为什么能强成这样。吴心君主血帝都纷纷出手，但都奈何不了剑无双，自然也就没人能够阻挡他的杀戮。且那剑无双在意识查探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只要是他意识扫荡过的，没人可以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隐匿气息。就因为如此，2大君主麾下的强者都吓得离开了万黑山脉无心狱，藏在天剑牢狱的一些角落里去了。同样是界神，我们2个也被称之为妖孽，但跟这剑无双比起来，差距还真不是一般的大。他的实力应当用不了多久便能够到达离开这天剑牢狱的要求了。是啊，羡慕他。空灵真神，你逃不掉的。剑无双，我并非血帝的人，也不曾依附在吴心君主麾下，跟你更是从未打过交道，你为何一定要赶尽杀绝呢？哼，赶尽杀绝，陷入这天剑牢狱当中，包括你我在内，所有人都身不由己。我必须杀死10位真神才能够离开，所以抱歉了。死吧！
第10位真神来了吗？这种力量，有人要离开这天剑牢狱了。不出意外，离开之人是那剑无双吧？除了他，天剑牢狱现在没有具备离开条件的人。倒是天剑牢狱待了不足5000年就离开了，真是羡慕他呀。剑无双，那小子总算是离开了。这小家伙达到要求了吗？阎君大人，剑无双要离开了。对，离开之前跟你道个别吧，这些年多谢你的照顾，等出去之后，我一定想办法将你弄出去。别想将我弄出去了，希望不大。你还是在外边好好修炼吧。我血岩一脉能够有你这么优秀的后辈，我死而无憾了。不管如何，我会努力的。这里是小子剑无双，拜见天剑山主人。小子，那天剑牢狱当中的滋味如何？还不错。哦，也对，你在那天剑牢狱仅仅只待了4000多年，而且这4000多年你的时间还一直处于进步之中，因此不会有任何枯燥无趣的感觉。这牢狱对你来说已然成了难得的试炼之地。之前你杀了我天剑山一位白袍执事，而且还是在天剑山内杀的，无视我天剑山的规矩。不过本座也已将你关押到了天剑牢狱当中，天剑山的规矩，既然你能自行离开天剑牢狱，那不管之前与我天剑山有任何恩怨，都一笔勾销，你可以离开了。怎么，还有事？前辈，实不相瞒，我还有2个请求，希望前辈能够应允。笑话，本座愿意放你离开已然很不错了，你还有胆量向本座提出要求？哼，看在你是星辰宫弟子的份上，先说说看吧。第一件事儿，是我待在天剑牢狱内这些年里，有一位敌人，叫做血帝。这血帝是天剑牢狱4大君主之一，我跟他打过2次交道，可以肯定，他是血煞门的人，所以想请求前辈出手，将他灭杀。血煞门的人？血煞门乃是万古混沌世界无数修炼者的公敌，不管在什么时候，血煞门的强者一旦被发现，便要立即斩杀。不过，你当真可以认定那血帝是血煞门的人？可以。那好，你先等着。剑无双一离开，本座这万黑山脉总算是可以恢复平静了。这股力量怎么回事？难道又有人要离开天剑牢狱了？天剑山主人。哼，看来剑无双说的没错，你的确是血煞门的人。剑无双，是剑无双，他见到了天剑山主人，而且他还将我的身份告诉了天剑山主人。不，天剑山主人，饶命，饶命啊！血煞门的杂碎，还想让本座饶命？死去吧！血帝大人，竟然是血煞门的人，而且他还被天剑山主人现了身份，被杀死了。剑无双
是因为剑无双。剑无双，你说的没错，那血帝的确是血煞门的人，本座已经将他灭杀了。这些血煞门的人都该死，他们潜伏在万古混沌世界的众多修炼者当中，若是不展露出属于血煞门的一些手段来，也没人能够看出他的身份，纵然是本座也不行。这次你倒是帮了本座一个小忙，不然本座现在都不知道那天剑牢狱内还关押了血煞门的强者。说吧，你的第二个请求是什么？另一个请求是想前辈你能将4大君主之一的严君从天剑牢狱当中释放出来。严君？你与那严君也有点关系？是，他在天剑牢狱当中对我颇有照顾，且我与他本就是同一脉的，算得上是我的一位长辈，我自然是想把他放出来。前辈，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我会竭尽全力去做到的。哦，若只是寻常的一位真神或界神，看在你刚刚替本座找出了一位血煞门强者的份上，本座或许会答应你。但这严君，他是天剑牢狱当中的一位君主，对本座还有些用处，所以你回去吧。前辈，先回去，等以后本座的天剑山或许也有麻烦，会找你或者你星辰一脉的一天，到时可以慢慢再谈。天剑山总算是离开了，先给袁店主传个讯吧。袁店主，剑无双，你这么快便从天剑牢狱中出来了？我之前认为你万年内应当可以出来，现在看来太保守了。这才不到5000年，你便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了天剑牢狱。那天剑牢狱凶险万分，我也是运气好，要不然现在怕是没机会再跟袁店主你传讯了。你这明显有几分责怪我的意思了。不过你也要理解，天剑山不是小势力，你还是被天剑山主人亲自关押进去的。在我星辰一脉，除非是公主亲自出面，或许天剑山主人才愿给这面子，但公主常年闭关你也知道。行了，既然出来了，就回来见我，领取你终极弟子任务的额外奖励吧。剑无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袁店主安排你的第3环弟子任务时，他便已经猜到你会被关押到天剑牢狱当中，或者说你被关押到天剑牢狱其实就是他一手安排的。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只要我出手，那位天剑山主人便立即出现，把我关押在天剑牢狱当中。先回星辰一脉吧。回来了。剑无双，4000多年不见，你的实力应当提升了不少吧？还好吧。那天剑牢狱当中的规矩我也知道一些，你既然是靠自己的能耐离开天剑牢狱，那必然是杀了足够多的强者。跟我说说，你杀了多少强者？是界神还是真神？我杀了10位真神。真神？天剑牢狱当中的真神，虽然神力上受到一定限制，但他们的神体绝学却并没有得到削弱。你能够杀死10位这样的真神，看样子现在的你应当具备界神榜前30的战力了。应该吧。行了，废话不多说，我现在便将终极弟子任务的额外奖励给你。先是第1环任务的额外奖励1亿混沌晶。这1亿混沌晶，因为你之前在星辰阁曾欠下4700万混沌晶，所以现在给你的是5300万混沌晶。第2环任务跟第3环任务，你都得到了进入真神殿的机会。第2环任务是1个月，第3环任务是2个月，加起来总共3个月，
我已经传讯通知了镇守真神殿的执法长老，你直接去就是了。最后，还有一件额外奖励，真神级混沌奇宝。剑无双，你先说说看，你想要哪个方面的真神级混沌奇宝？这对现在的我来说，用处最大的应当是领域方面的真神级混沌奇宝。领域类？对。剑无双，你倒真敢说。在各类宝物当中，领域类宝物无疑是最罕见的，也是最难得的宝物之一。同样是真神级别的混沌奇宝，一件领域类混沌奇宝足以比得上数件攻击神兵。领域类的真神混沌奇宝你就暂时别想了，我现在给你准备了2件宝物，你仔细挑选吧。你自己应当看得出来，这青色长剑是攻击神兵，而那赤色战甲则是护体宝物。你看，剑无双选赤色战甲。还用你说？袁店主，我选择战甲。你倒聪明。同类宝物当中，护体战甲虽然比不上领域类宝物，但比攻击神兵却还要珍贵一些。而这件赤色战甲名为血雨轮回甲，可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血雨轮回甲？剑无双，你应当已经领悟了4大至尊道当中的轮回道吧？是。那就是了。这血雨轮回甲不但护体能力极其了得，且战甲当中蕴含着可以提升自身威能的秘术。这秘术是需要依靠轮回之力才能够催动的，对轮回道的感悟越高，这门秘术催的威能也就越大。不过凭你现在的感悟，想催动这门秘术应当还颇为艰难。对了，既然你已经有了血雨轮回甲，那血煞降甲你便交给我吧。血煞降甲？血煞降甲毕竟是血煞门的宝物，你之前实力弱，又没有更好的宝物，只能用这血煞降甲护体。但现在你实力已经提上来了，又拿到了更强的血雨轮回甲，这血煞降甲还是不要放在你身上。毕竟血煞门的强者对血煞降甲有着一定的感知能力，今后若是带着血煞降甲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血煞门的人盯上。这血煞降甲可是救过我无数次性命的呀。开始认主吧。袁店主只知道我参悟了轮回道，却不知道我在轮回道的感悟上到底有多深。而这血雨轮回甲内的秘术，单单是入门，就需要对轮回道的感悟有闯过道宫第1层的水准，可我却刚好达到要求。好家伙，这股力量！现在的我神力爆发，或许还无法跟真神相比，但彼此间的差距却没有之前那般巨大。这血雨轮回甲不仅令我护体能力大增，还令我的整体实力也大涨。快吧！星辰一脉4大秘术，我已经修炼了3种。这3种秘术，其中星辰秘术是成为星辰宫弟子就能够修炼的，而玄灭金身则是我之前闯过幻心海第19层从而修炼的。可是龙血秘术的来历我却无法解释。但是现在闯过了星辰塔第3层次，能够多修炼一门秘术，这龙血秘术就说得通了。无双师兄，见过无双师兄。无双师兄在上一届星辰宫弟子争夺战上大放异彩，几乎不弱于凌飞白，而后来他便独自一人外出历练了，这一去就是4000多年，直到那星辰宫弟子争夺战即将再次展开时，他才终于回来了。哎，你们说这次的星辰宫弟子争夺战，无双师兄
还能够保住他星辰宫弟子的位置吗？不知道，这个还真不好说。如果无双师兄依旧只是2重天界神，那肯定没问题。但现在他还有当时跟他齐名的灵飞白，都已经成为了3重天界神。3重天界神的星辰宫弟子争夺战，可要更加激烈呀。不过无双师兄天赋奇高，就算在这次争夺战沦为普通弟子，再等5000年，等下届星辰宫弟子争夺战开始时，肯定也能够再次冲上去。这倒是。剑无双，林飞白，好久不见。是你一直埋头在外面闯荡而已。再过不久，那5000年一次的星辰宫弟子争夺战便再次开始了。这次你有把握吗？星辰宫弟子争夺战，算算时间，那星辰宫弟子争夺战的确也快开始了。把握的话呢，我还好，你呢？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剑无双，你突破3重天界神之后，便一直在外面闯荡，怕还没有跟我星辰一脉那些3重天界神弟子打过交道，有些事你不知道。说说看。这么跟你说吧，在星辰一脉3大层次的界神弟子当中，3重天界神弟子其实是最多的。哦，就是因为3重天界神弟子太多，所以也就导致竞争最为激烈，特别是那5个星辰宫弟子的名额。如今在星辰一脉众多3重天界神弟子里边，站在最顶尖的有2人，他们都名列界神榜。除了他们2位外，其他的接近界神榜战力，甚至已经拥有界神榜战力的弟子有足足10余位。而我成为3重天界神的时间毕竟太短了些，论实力，在这些3重天弟子当中都未必能够排进前20。你说等那星辰宫弟子争夺战开始时，我这星辰宫弟子的位置难道还能保住？以你的天赋，就算这次沦为普通弟子，等下次争夺战开始再夺回来不就行了？这倒是。好了，不跟你多说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哼，星辰宫弟子争夺战，要是灵飞白不提醒我，我差点都忘了。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去参加这星辰宫弟子争夺战，怕是有点欺负人吧。现在的我在星辰一脉，乃至在整个10大修炼圣地已经站稳脚跟了，其手中呢还有着众多资源，可以去做那件事儿。不知阁下有什么需要我万象楼效劳的？我要你万象楼帮我找一个人。找人？我知道你万象楼经营着各种各样的买卖，这找人呢应当也是一些买卖之列吧？当然，在万象楼内，只要你给得起价钱，没有什么是我万象楼不能够做的。不知阁下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来自于哪儿？她的名字叫做冷如雪，也有可能是叫做冷如霜。这个女子来自飞雪神国一个普通的万古界内，也是近万年来才到达万古混沌世界的。实力层次呢？不知道，有可能是界神，也有可能突破成为真神。不知道实力层次。阁下可还知道那人的一些其他特征？还有，他是先天大罪孽。什么？啊？怎么？有麻烦吗？是有麻烦。阁下，你应当清楚，先天大罪孽者生来便代表着灾难。万古混沌世界的强者们对先天大罪孽者的痛恨厌恶，不会比血煞门要低。所以这些先天大罪孽者只要不蠢，都会刻意隐匿自己的身份，且行事也会异常低调小心，就连名字也不会轻易使用，这就让我们找起来会非常困难。你万象楼号称无所不能，
就算他隐藏的再深，你明当都可以找到的。这倒是事实。不过要在茫茫的万古混沌世界找到一个想尽办法隐匿自己身份且还不知具体实力层次的先天大罪孽者，绝不是易事，所以需要的费用也极其昂贵。多少？10亿混沌晶，我万象楼可以担保万年内必定找到那冷如雪的下落。万年？1万年那也太久了。1万年已经很短了。对了，你有没有那冷如雪的镜面画像，或者是画像之类的东西？画像我有。这般美貌，就算在整个万古混沌世界当中都不多，倒是给我们找出来提供了一些便利。这样吧，依旧是10亿神晶，我万象楼尽量在3000年内给你答复。3000年？可以，这是3亿混沌晶的定金，剩下的等有了消息再给你。没问题。双儿，3000年，不管你在哪，我都一定会找到你。剑无双，袁店主，你现在在哪？可在星辰一脉内？没有，不过正打算回去呢。先别回去了，有件小事需要你帮忙。啊？是这样的，就在咱们星辰大陆内，有一方弱小宗门，名为青雷门。这青雷门是依附在我星辰一脉麾下的。不久前，青雷门与他们对手七曜宗约定了一场弟子之间的较量。这较量自然也关系到一些利益之间的争斗，且双方也都默许可以请外援强者。青雷门自然第一时间请我星辰一脉出面，我们也不曾拒绝，派去了一位星辰宫弟子。原本有一位3重天界神层次的星辰宫弟子出面，青雷门应当赢得相当容易，可没想到最后却输了。哦，那七曜宫莫非是请了界神榜的强者出面了？若是七曜宫请来的是界神榜强者，那好了，毕竟界神榜强者个个名气极大，一早就被人认出来。我星辰一脉和那青雷门也都能有所防备。关键他们请来的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界神，名叫灵丹。在这之前，灵丹可是一点名气都没有，但他实力却很强。在那场较量一开始，我星辰一脉有一位执法长老在场，他认定七曜宫请来的那位界神虽然没有一点名气，但实力绝对可以名列界神榜，可以排进前50甚至前40。那场较量，我星辰宫弟子败了，而且败得非常凄惨。原本这也没什么，可那灵丹对我星辰宫的弟子以及我星辰宫星辰一脉百般侮辱。等那场较量结束，他还说自己这段时间就在七曜宫内，等我星辰一脉派遣更优秀的弟子与他交战，还是当着众多修炼者的面说的。你说他想做什么？很简单，他想踩着我们这些星辰宫弟子，名动万古混沌世界，从而登上界神榜。就是这样，他想名动天下，拿我星辰宫弟子当踏脚石，我星辰一脉岂能允许？若是真让他目的得逞，我星辰一脉颜面何在？明白了，你想我去一趟青雷门，正面把那灵丹击败？对，那灵丹实力不俗，在我星辰宫众弟子中，应当只有你具备击败他的实力，而且让你出手，不单单是为了我星辰一脉的颜面，同样也是为了你自己。你明明早已具备界神榜的战力，可在10大修炼圣地内却一直默默无名，这是证明你自己的机会。我可不想证明自己，默默无闻其实未必不是好事儿。
你若是一位独行强者，没有一点名气就算了，可你是我星辰一脉的弟子，我星辰一脉有如此优秀的弟子，怎么能不让人知晓呢？说白了，还不是为了颜面。你知道就行了，别废话，去吧。剑无双，是不是很无奈？你自己不愿意去争名，可你星辰一脉却硬要你去争。其实这也很正常，对一方宗门来说，特别是星辰一脉这样的大势力，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好争的，自然就只能争名声，争颜面。麾下有一位妖孽弟子，对星辰一脉而言，不管是招揽其他优秀弟子，或是其他各个方面，都有好处。我知道，既然是袁店主亲自下达了命令，那我便去那青雷门走上一遭，同时也好好为我星辰一脉，为我自己争这颜面吧。邱长老，袁店主那儿有消息了吗？有了，袁店主已经安排了弟子过来。可知道派来的那位弟子是谁？不知道，不过以那灵丹的实力，在我星辰一脉的弟子当中，应当也只有最强的龙牙跟轩一两人才有资格抗衡了。袁店主派来的，应当是这两人当中的一位吧。希望到来的是龙牙师兄，他在剑神榜中排在第51位，他若是亲自出手，绝对可以击败那灵丹。也不知道那灵丹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之前听都不曾听说过，但实力却强成那样。万古混沌世界天才强者无数，实力极强却没什么名气的天才有很多，这灵丹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不过这灵丹胆量也真是够大的，竟然敢用我星辰宫弟子当他成名的踏脚石。等着吧，之前袁店主跟我传讯时语气很轻松，应当是有解决办法吧。来了。是星辰宫弟子才有的信物，肯定是龙牙师兄到了。走吧，我们去迎接他。啊，不是龙牙师兄，剑无双。竟然是他。岳长老，胡峰师兄。剑无双，袁店主派的人是你？是。就你一个人？龙牙师兄或者是轩一师兄没来？就我一个。袁店主在开玩笑吧？那灵丹的实力何等了得，绝对可以名列剑神榜，甚至在剑神榜上排名还能够极其靠前，连我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更别说你剑无双了。袁店主什么时候对我星辰一脉的颜面这般的不在意了？胡峰师兄，袁店主身为我星辰一脉3大店主之一，又岂会不在意我星辰一脉的颜面？既然他派我来，自然有他的用意。什么用意？难道你还真能击败那灵丹？别说灵丹了，就算对上我，你怕也没什么希望吧？不试试，你又岂会知道呢？好了，我相信袁店主。不过那灵丹的确很强，在我看来，他足以名列界神榜前40。剑无双，你真有把握？有。那好，我们现在便去找那灵丹，如何？可以。怎么会那么多？一群看热闹的人，都是那灵丹刻意散播消息引来的。就是因为吸引的人太多，我星辰一脉才不敢明目张胆的乱来，要不然这灵丹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不过他也得意不了多久，等这次事件一解决，我星辰一脉必然会盯上他，以后一有机会就直接出手将他给宰了。仅仅为了成名，为了名列界神榜，
随意找一位戒神榜强者去挑战就行了，却偏偏要来招惹星辰一脉，甚至挑衅星辰一脉，这灵丹有些不理智。还是说他这次的挑战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成名这么简单？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先去会会他。灵丹，不出意外，那星辰一脉派来的弟子应当快来了。灵丹先生，那星辰一脉可是天才如云呢，连戒神榜强者都有足足2位，你有把握面对吗？星辰一脉天才如云，哼，这星辰一脉天才是多，但在这一时代却并没有什么特别了得的天才，就连登上戒神榜的也仅仅只有2人。这2人，一个在戒神榜排在第51位，第一个更是排在第82位，我都不放在眼里。也就是说，星辰一脉现在的弟子当中根本就没有我的对手。话虽如此，可那毕竟是星辰一脉呀。灵丹先生，你现在可是想要踩着星辰一脉成就你的名气，这可是把星辰一脉得罪得很惨。那今后的事再说吧。按照那位大人的约定，只要我能够让星辰一脉颜面大损，且靠我自身实力登上戒神榜，那位大人便答应收我为亲传弟子。那可是真神榜强者呀，而且在真神榜前5的超级存在，近乎是可以跟大能者媲美的。能够拜入这样强者门下，那是何等的幸运。现在这机会摆在我面前，仅仅只是有点风险而已，算得了什么？看着吧，我一定会拜入那位大人门下的。灵丹来了。这人是谁啊？没见过。看样子也是星辰一脉的弟子。星辰一脉有资格抗衡那灵丹的，应当就只有龙牙跟轩一那2大戒神榜强者，但眼前这人明显不是他们2个呀。终于来了，我还以为星辰一脉的弟子都是一群胆小鬼呢。龙牙跟轩一的画像我都看过，并不是你。龙牙师兄跟轩一师兄事情繁忙，哪有时间来跟你交手啊？哼！再说，这2位师兄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够随便挑战的。哦，倒是够牙尖嘴利的。说吧，你是谁？星辰宫剑无双。剑无双？没听说过。不过既然是星辰宫弟子，那应当有点本事。出手吧。如你所愿。这速度跟身法倒还不错。万影式，快吧！怎么会？灵丹，你败了。败了？开什么玩笑！我只是一时大意才让你得手而已，你以为你真比我强？笑话！剑无双，受死！哼，九天剑。真是蠢货！一剑就将灵丹击败了，这剑无双强成这样，
可笑那灵丹还自以为是，说之前是大意，可现在呢，一剑就被击败了。太强了，这剑无双太强了。七曜公主，这次的事儿你七曜宫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出手吧。剑无双击败了灵丹之后，竟然又挑战七曜公主。七曜公主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真神强者呀！这剑无双他要挑战真神？剑无双，这件事情只是一个误会，我七曜宫可从未想过要挑衅星辰一脉的，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个能耐啊。这些话你还是以后跟我星辰一脉的高层强者去解释吧。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全力出手击败我，要么我出手杀了你，然后灭了你七曜宫，你自己选。七曜公主，既然你不出手，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七曜公主，你还不出手？你若不竭尽全力想办法杀死我，那我便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你的，你没得选择。真神，战吧！什么？他一个界神，硬碰硬，竟然比我强！这身法，太快了！他的速度太快了，剑术也快，一剑跟着一剑连绵不绝，根本不给我任何机会。他的身形更是诡异。我堂堂真神，竟然找不到任何还手的机会！暗黑天眼！哈哈哈哈，来得好！败了！七曜公主堂堂真神，竟然败了！前20，界神榜前20的战力，不会错的。只有界神榜前20的强者，方才有能力跟真神正面激战，且占据上风，甚至击败真神。这剑无双竟然是一位有资格列入界神榜前20的天才强者。七曜公主，这次便是给你一个教训。若是还有下次，你便将真正承受我星辰一脉的怒火。我星辰一脉的威严，绝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挑衅的。邱长老，事情已了，我先回去了。邱长老，剑无双的不对，是剑无双师兄，他怎么会这么强？这么强？你刚刚不还没怎么看得起他吗？还说他连你都不是对手，怎么，现在态度改变了？邱长老，就别调侃我了。我怎么知道剑无双师兄他突破3重天界神明明没有多久，而且也没有任何名气，但实力却强到了这种程度。我想就算是邱长老你之前也没想到吧。这倒也是。对了，那灵丹怎么样了？死了吗？哼，胆敢挑衅我星辰一脉，谁管他的死活？哼，不过剑无双师兄倒真是够厉害的，一剑便将这灵丹给击败了，而且竟然还正面击败了一位真神，那可是真神呐！不出意外，剑无双师兄的实力已经有资格列入界神榜前20了吧？在界神榜中，只有排在前20的天才才有资格击败真神的。而且剑无双刚刚跟那七曜公主交手，可是一路碾压的。这般实力，绝对可以排进前20。不出意外，那万象楼很快便会得到消息，
从而改变戒神榜上的排名。这小家伙也必将名震天下。诸位，这是万象楼刚更新的戒神榜，你们都看看吧。剑无双，戒神榜排名第20。剑无双，是我星辰一脉的那个小家伙。第20？怎么会？剑无双，上一届星辰宫弟子争夺战，我们还看到他还在2重天戒神弟子当中崭露头角。虽然后来突破成为了3重天戒神，可我们还以为他想要列入戒神榜，应当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可现在还不足5000年，就登上戒神榜了，而且还是一口气排在第20位。根据资料，剑无双正面击败了七曜公主。这七曜公主我知道，虽然在真神属于垫底的那种，但毕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真神呐。戒神榜前20啊！我星辰一脉有多久没曾出现过能够名列戒神榜前20的天才弟子了啊？上一次出现还是300万年前，五长老还是戒神的时候，曾登上过戒神榜前20吧？我记得五长老当初排名在第19，比剑无双还要高出一个名次。那五长老可是在3重天戒神停留了足足30万年，且得到过诸多机缘与宝物，方才名列戒神榜第19。但这剑无双，他突破3重天戒神才多久？论天赋，他便比五长老明显要更高啊！这小家伙前途无量啊！我星辰一脉难得出现一位天才，这是大好事。不过也切记要注意对这剑无双的保护。毕竟现在10大修炼圣地看上去颇为平静，实际上也暗潮涌动。我星辰一脉也有着一些潜在的敌人，难保他们不会对我星辰一脉天才下手，剑无双自然首当其冲。那是自然。对了，剑无双他登上戒神榜第20的消息，他自己怕都还不知道呢，我直接传讯给他。剑无双曾在天火峰一剑击败戒神榜排名第39位的灵丹，后与真神强者七曜公主正面激战，将七曜公主一路压制，最终将七曜公主击败，实力之强足以名列戒神榜前20。但因为他不曾与其他前20的强者交手，因此暂时列入戒神榜的第20名。剑无双，其实以你展露出来的实力，应当可以在戒神榜上排在第16或是第17位的。不过因为你不曾跟排名第16或是第17的强者交过手，万象楼对戒神榜上排名历来是无比保守的，所以才只将你排在第20位。毕竟如果单凭你这般战绩就排入第16或是第17名的话，怕无法得到所有人的信服。但排名到第12位，却绝对不会有人说什么。至于这战时，想来是万象楼希望你今后会跟排名更高的强者遇上，通过交战后再提高你的排名。原来是这样。按照这戒神榜单上的信息，戒神榜前10的强者都曾有正面击杀真神的战绩。我现在跟戒神榜排在前10的10位怪物比起来，还是有些差距的。不过现在的我还仅仅只是2重天戒神而已，我的实力依旧还有着极大提升空间。我的路还长，好生修炼吧。剑无双，那就是剑无双师兄，戒神榜排名第20的存在呀！胡峰，这剑无双与灵丹七曜公主交手时，你就在场，他真有戒神榜上所说的那么强？怎么说呢？剑无双师兄应当比戒神榜上说的还要更强。剑无双师兄跟那七曜公主交手的场景，我可是亲眼所见。他一个戒神，生生将那七曜公主压得狼狈不堪，
逼得七曜公主施展最强绝学，即便如此，依旧被剑无双师兄给正面击败了。若非因为剑无双师兄不曾跟戒神榜其他排在前20的天才交手的缘故，他甚至可以在戒神榜排在第16或者第17位。这么厉害？这戒无双突破3重天戒神不过5000年呢，变强成这样，他今后肯定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说不定将来有希望跟那10大怪物齐肩了。的确有可能，起码不是我们2个所能够抗衡的。剑无双，你可真是不出手则已，出手就一鸣惊人啊！我之前问过你对这星辰宫弟子争夺战有没有把握，你只说有点把握，可结果你竟然一战成名，登上了戒神榜前20。林飞白，我现在终于知道5000年前你参加这争夺战时的感受了。怎么样，感觉不错吧？一般吧。这届星辰宫弟子争夺战对我而言一点意思都没有，待会儿还是早点结束。剑无双，按照我星辰一脉的规矩，在5000年一次弟子争夺战上有杰出表现的，都会有额外奖励。上一次弟子争夺战，我便将那7窍玲珑镜当做额外奖励给了你，助你渡第2重逆修劫。而这一次你这额外奖励，便是真神殿1个月修炼时间，如何？可以。之前完成终极弟子任务，我便得到了真神殿3个月的修炼时间，加上这个月，算下来一共4个月了，已经不短了。或许我可以去真神殿内修炼试试。上一次我在这真神殿内仅仅待了1个月，便领悟了一丝轮回之力，从而实力暴涨。而这次我拥有的时间更多，足足4个月。这4个月的时间不能浪费一丝一毫。太可怕了，里面实在是太可怕了。老三、老五、老六都死了，就只剩下我们3个活着走了出来。怪我，是我太小看那里的凶险了。之前以为那只是一位寻常强者留下的洞府而已，却没想到。事已至此，后悔也没用了。老二，你之前不是得到了一枚果子吗？拿出来看看。就是这枚果子害死了老三他们3个。这果子我们之前都不曾见过，甚至都不曾听说过。不过我有一种感觉，这果子非同一般。我也有这种感觉。老大，你说这果子我们如何处置？我们连这果子是什么，有什么作用都不知道，放在手里根本就是浪费，倒不如将它卖给识货之人。识货之人？万象楼。阁下请稍等，我会将这果子的一些信息传达上去，由我万象楼的高层强者来亲自鉴定。好。这是我万象楼在赤龙圣地的总负责人祈福楼主。拜见祈福楼主。那果子在哪里？大人，果子在我这儿。果然是他，戒神。是。区一个戒神，竟然能够找到这等宝贝。本座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将这枚果子交给我万象楼，连带着将你对这枚果子知道的一切，包括如何得到的，在哪儿得到的，全部一五一十说清楚。事后我万象楼给你2亿混沌晶，你自己则是从今天开始彻底忘记关于这果子的一切。第二，果子依旧得留在万象楼，而你自己闭口不言，
我万象楼也绝不会为难你，任由你离去。可你离开之后，本座担保10大修炼圣地会有无数强者，无数站在最顶端的强者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你，就算将你千刀万剐，也会从你口中得知那果子的来历。这2条路你自己选。大人，我选第1条。2亿混沌晶比一位真神的全部家当还要多上不少，我一个界神能够得到这么多混沌晶已经足够了，若是再奢求更多，那是找死。说吧。白岩果，竟然真的是白岩果。且按照那位界神所说的，他得到了白岩果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一位强者遗留下来的洞府。九幽圣皇，你之前不是一直在寻找白岩果吗？我万象楼已经帮你找到了。赤云帝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关系到白岩果的。天剑山主人，消息已经传出去了，我万象楼也已然得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至于接下来这些大能者如何去争夺，那是他们的事。斗吧，斗吧，斗得越凶越激烈越好，我万象楼就看着你们斗。哈哈哈哈哈！原本这4个月的感悟，我是想让自己在轮回道上的感悟再次得到提升，可是没想到轮回道不曾提升多少，可时空道竟然入门了。时空道关乎时空，高深莫测。我现在虽然只掌握了一丝时空之力，远远无法跟我的轮回道相比，但这一丝时空之力却足以让我的身形速度、剑术等各个领域都有着无比巨大的提升，就连威能上2种天道之力同时振幅起来，同样也大涨。之前我还没有自信跟界神榜排名前10的那10大怪物去比，哼！但是现在，剑无双，原店主之前给我传讯，说让你从真神殿出来后，便立即去见他，他有急事找你。哦，剑无双，在真神殿内待了4个月，收获如何？还不错吧，实力比之前要提升了一些。实力又提升了？哼，太好了，刚好有事要你去做。你实力越强，把握也就越大。袁店主，到底是什么事儿？事情得从一件特殊的宝物说起。这宝物是枚果子，名为白岩果，你可曾听说？白岩果？白岩果？有白岩果出现了！国王，你知道白岩果？当然，那可是非常珍贵罕见的宝物。这白岩果非常珍贵，就算对大能者都有极大作用。万古混沌世界有无数的天才地宝，但在这些天才地宝当中，白岩果绝对可以排进前10。什么？越是珍贵有大用处的东西，也就越难孕育。这还是在距离现在无比悠远的远古时代，曾经出现过一棵白岩果树，那树也结了一些白岩果，散落在万古混沌世界各处。后来那棵白岩果树被人毁掉了，白岩果自此也就绝迹了。漫长岁月下来，偶尔会出现1、2枚，但很少很少。而在数千万年前，在一处无比特殊的环境下，竟又孕育出了一棵新的白岩果树，而且还是树苗。这消息散播出去，立刻引来大量强者，包括不少大能者都参与到这棵白岩果树树苗的争夺当中。经过一番大战，这棵白岩果树的树苗被无悲真神得到。真神？有众多大能者参与的争斗，可最后那树苗竟然落在一位真神的手里，这怎么可能？如果他是一位逆修呢？
这位无悲真神就是一位真神层次的逆修，实力异常强横，丝毫不弱于大能者。那场争夺中，他也是在众多大能者的眼皮底下夺走了白烟果树树苗，众多大能者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夺走白烟果树树苗后，无悲真神便隐匿起来，根本没人知道他在哪儿，自然也没人知道那白烟果树树苗怎么样了。直到后来一场旷世大战爆发，无悲真神在这场大战中陨落，那白烟果树树苗便彻底销声匿迹了。到现在数千万年过去了，也没有人知道树苗何在。但就在1个月前，万象楼得到一枚白烟果，同时还查出那枚白烟果是在一座无比隐蔽的洞府中被发现的。那洞府很可能便是那位无悲真神留下的洞府。这消息一出，10大修炼圣地众多大能者接近震动了。既然连众多大能者都被惊动了，那白烟果树树苗的争夺也势必是这些大能者们参与。跟我有什么关系？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我刚刚说过了，无悲真神实力非凡，手段更是众多。现在已经确定，那座洞府就是他留下的。他却在洞府内布置了一重无比特殊的禁制，禁制非常高明，也不知出自谁的手笔，竟然让万古混沌世界众多大能者都无可奈何，无法破解。因为那禁制的存在，大能者包括真神们都无法进入洞府之内，只有真神以下，也就是你们这些界神们方有资格进入。只让界神进入？这位无悲真神留下这样的禁制做什么呀？谁知道呢？反正那些大能者都被阻挡在洞府之外，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让你们这些界神进入洞府，争夺白烟果。最重要的是争夺白烟果树。明白了，袁店主，你这次找我，也是要我进入那无悲真神的洞府中去争夺白烟果。对，白烟果对大能者都有大用，对我家公主而言，它是用得到的。既然有机会得到，那自然不能错过。另外，就算没有白烟果，这无悲真神留下的洞府，你也必须要去一趟。的确。好了，若是没有别的事情，你便即刻动身吧。好多强转，那便是前往无悲洞府的入口。又来了一位界神，看来这位界神应该是界神榜排名第20的那位剑无双。对，是剑无双，星辰一脉星辰宫的弟子。星辰一脉远在紫月圣地，可对这无悲洞府依旧很感兴趣啊。之前已经派遣了龙牙、宣一2位名列界神榜的弟子过来，现在这剑无双也派过来，难道他们就不怕剑无双3人都死在这场争夺战当中？剑无双，龙牙跟宣一早在1个月前便进入了无悲洞府。这1个月，他们在无悲洞府当中的遭遇，以及这洞府内的一些基本情况，我都整理了，也已经传给你了，仔细看看。另外，雷超马上会亲自赶往那座岛屿，到时候他会时刻注意外边的场景，包括有那些界神榜强者到来，以及洞府内发生一些事变，他都会第一时间传讯给你。知道了。这无悲洞府虽然有着一重独特禁制在，但却并未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在这洞府内，倒是依旧可以跟外界的人传讯连线。接近10万顶尖界神聚在这儿，而且还有很多界神正在赶过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界神有的并非是冲着那白烟果而来的，而是为了成名。这场盛宴，连平日里很难见到的界神榜强者都来了一大半，万众瞩目，强者汇聚。只要在里边稍微崭露些头角，便可以闻名天下，且还有可能被洞府外那些真神甚至是大能者看上，成为他们的弟子。这对很多没有名气的界神来说，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我若是不曾加入星辰一脉，又没有什么名气的话，一定也会毫不犹豫地来参加这场盛宴的。毕竟，这是万古混沌世界界神层次规模最大的一场盛宴。这样的盛宴要是错过了，恐怕以后就再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剑无双，你现在名气不小，既然来到了这无悲洞府当中，恐怕会被不少人盯上，难免会有人来挑战你，你可得做好准备。哼，早就做好准备了，让他们放马过来便是。竟然将白烟果放在那些铁翼兽的肚子里，而且不是每一头铁翼兽都有。这位无悲真神的手段还真是古怪。在我的灵魂覆盖范围的数万里，竟然就有足足8位界神的存在，分布的好密集。在如此密集的环境下，就算率先发现了一头铁翼兽，可只要一出手，那引发的动静势必会将其他的界神都吸引过来，到时候就免不了一番争夺，有点麻烦。不管怎么样，先找到铁翼兽再说。如此快的速度，这人应当并没有在找铁翼兽，不然不可能这般快的。那是妖女绫罗，是她，她竟然也来了。妖女绫罗，界神榜第3的怪物，排名第3的已经到了，那排名第1跟第2的2大怪物，不知会不会来？我进入这洞府之后，便一直在用灵魂之力搜寻，3天下来，搜寻过的范围已然超过了上亿里，总算发现一头铁翼兽了。查探不了，虽然很麻烦，但是也没办法，必须动手了。死！哼，想逃？这铁翼兽速度远比寻常3重天界神还要快。好强的剑意，是有人在交战，就在附近，在那里。是2位修炼者在交战，还是说有人找到铁翼兽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立刻过去。是铁翼兽，总算碰到了一头。仅仅1个人，竟然憋得铁翼兽疯狂逃窜。不知道这头铁翼兽体内有没有白岩果？希望要有啊！死！乾坤界，白岩果。哼，我的运气倒是真不错，碰到第1头铁翼兽体内就有白岩果。铁翼兽被他斩杀了。刚刚我离他最近，我看得很清楚，他的确从铁翼兽里边拿出了一枚乾坤戒。也就是说，他的手中有一枚白岩果。血袍，背负长剑，还有这模样，你是剑无双？剑无双，界神榜前20的顶尖强者。白岩果竟然落入了他的手中。哼，界神榜强者又如何？都是界神，我可从没觉得这些界神榜上的人有多强。不就是可以轻易杀死3重天巅峰界神吗？这一点我也可以做到。更何况我们足足有7个人，还怕他什么？你们想要对界神榜强者出手，那是你们的事，我不参与。也好，这样又少了一人跟我们争。不过一位界神榜强者而已，而且仅仅只是排在第20位，又不是真神，我们6人联手还怕他不成？剑无双，交出白岩果，我等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将白岩果交出来！别逼我们出手！出来！白岩果就在这儿，你们要是有本事，尽管来拿呀。既然他找死，那我们便成全他。等杀了他，我们再靠自己的能力争夺这白岩果。好。
这6个蠢货，也不瞧瞧自己几斤几两，竟然敢对戒神榜排名前20的强者出手，真是蠢的可以。宗主，我这里出现了1枚白烟果。刚刚得到消息，第5枚白烟果已经出现了，被星辰一脉的剑无双得到。剑无双，星辰一脉的。这剑无双我知道，之前没什么名气，但400年前，他一剑击败了戒神榜排名第39的灵丹，随后又正面击败了七曜宫的七曜公主，这才一举成名。的确有戒神榜前20的实力。这个小家伙刚刚进入无悲洞府，似乎只有几天的时间，竟然就得到了1枚白烟果，运气倒真是不错呀。雷潮，那剑无双是星辰一脉的人，而你现在代表的就是星辰一脉，你不说说？没什么好说的。无悲洞府内想要得到白烟果，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看机缘与运气。听说那剑无双在得到白烟果时，也被几位戒神看到了。那几位戒神还不自量力，想要从剑无双手中抢夺，结果都被那小家伙给斩杀了。那剑无双与我倒是有过一些瓜葛，他还在我天剑牢狱当中待过一段时间。哦，是星辰一脉的那位原店主请我将他关押到天剑牢狱当中的，为此星辰一脉还付出了一些代价。不过那小家伙的确有些本事，他刚被关押到天剑牢狱时，在天剑牢狱当中实力很一般，但仅仅4000多年，他便靠着自己的能力斩杀了10位真神，从天剑牢狱当中走出来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仅仅4000多年，进步这么快？雷潮大人，那剑无双之前请我放出一位关押在天剑牢狱当中的强者，我不曾答应，但现在你告诉他，2枚白烟果，他想放谁便放谁。天剑过分了吧？是啊，你天剑牢狱当中莫非还关押了一位第2阶段的真神不成？就算是第2阶段的真神，也值不了2枚白烟果，顶多1枚就够了。天剑，你有些贪了。诸位，想来诸位也都看得出来，这次白烟果的争夺盛宴远不是这般简单的。现在才刚开始，便已经出现了足足5枚白烟果。不出意外，等争夺结束，最起码会出现50枚白烟果，甚至还不止。一下子多出如此多的白烟果，这白烟果的价值自然也就没那般惊人了。这倒是。雷潮，你就按我说的给那小家伙传讯，当然到了最后得按那小家伙得到的全部白烟果数量而决定。总之一句话，就算他在无悲洞府内得到的白烟果再多，本座也只要他2枚。这还差不多。剑无双，雷潮大人，听说你已经得到了第1枚白烟果。是得到了。雷潮大人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现在我们10大修炼圣地众多大势力的强者都聚集在一起，包括众多大能者们也在一起。但凡无悲洞府内有新的白烟果出现，我们都可以立即得到消息。是这样啊。剑无双，在这次到来的大能者当中，天剑山主人也在，他托我给你传句话。天剑山主人？天剑山主人说，你之前想要从他天剑牢狱当中放一人出来，他没答应。现在他许诺你2枚白烟果，你想放谁都可以。啊？哼，仅仅放1位真神出来，1枚白烟果都绰绰有余了，竟然还要2枚？你自己掂量就行，这2枚白烟果也不是绝对。天剑山主人也说，事后可以商量。我明白了。剑无双，我还提醒你一下，你得到1枚白烟果的消息，
我们既然得到消息，那无悲洞府内众多界神强者们肯定也会得到消息。他们都知道你手中是有一枚白烟果的，难免不会有强者出面抢夺，所以你千万要小心。现在这无悲洞府当中，实力排名比你高的界神都有不少。若是真遇到了危急关头，可以舍弃白烟果，先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便是无悲洞府的入口。我来到10大修炼圣地的这些年，一路挑战各方强者，可碰到的最强的一位，也仅仅只是接近于界神榜，连让我全力出手的资格都没有。而现在这无悲洞府内，却汇聚了10大修炼圣地过80%的界神榜强者。这才是真正强者的战场，也是属于我的战场。听说剑无双现在也在这无悲洞府内，希望到时候可以遇见他。好快的速度，这速度似乎超越了一般真神。刚刚进去那人是谁？不知道，不是界神榜上强者，应当是一位没有什么名气的独行强者。这无悲洞府出事，很多之前没有名气但却有实力的界神都冒出来了。刚刚这人就是其中的一位。在那个方向。是剑无双，界神榜前20。糟了！没有白烟果，白忙活。我等4人联手，好不容易方才令这头铁翼兽受到一些伤害，可剑无双大人你却凭一己之力，顷刻间就将这头铁翼兽给斩杀了。不愧是界神榜排名前20的强者，佩服。杀了也没用，这头铁翼兽内没有白烟果。这头铁翼兽虽然没有，可据我所知，剑无双大人你之前也单独斩杀了一头铁翼兽，从里边是得到了一枚白烟果的。是有这事儿？怎么，诸位莫非对我之前得到那枚白烟果感兴趣？不敢，我也就随口说一句罢了，可没胆量从剑无双大人你手中抢东西。告辞。阁下，还有什么事儿？剑无双，我紫雨宫九丑。紫雨宫？或许你不曾听说过我，但从今天开始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会踩着你的名字登上界神榜前20。哦，在遇见你之前，我已经接连击败界神榜第58的石王跟第31位的苏昂了。现在只要再击败你，我便可以去挑战界神榜排名前10的10个怪物。剑无双，拿出你的全部战力，让我瞧瞧界神榜前20有多强。万影式，哼，看我的！他的刀法速度竟比我还快。剑无双，界神榜排名第20的你，莫非就这等实力？九天剑，哈哈，来得好！确认。你的实力的确很强，名列界神榜前30不成问题，但想要挑战前20，还差点。他的剑术明明不算太强，跟我的刀法比起来要差上不少，可他的神力爆却异常强横，比我要强出一个档次，对天道之力的感悟似乎也要比我强。强大的神力加上天道之力的配合，纵然绝学上要差上一些，却依旧将我碾压，我败得不冤。界神榜前20的强者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挑战的。这剑无双还只是刚好达到第20位就强成这样，那些排名比他高的人肯定更强。我现在距离他们差距依旧还非常大。刚刚那位九丑实力倒真是够强的，距离戒神榜前20都已经非常接近了。这样一位强大的戒神，可之前竟一点名气都没有。剑无双，你要明白10大修炼圣地很大，强者更是数不胜数，而这些强者里边不是所有人都有名气的。很多人明明有着惊人的实力，但行事却异常低调，很少去崭露头角。这样默默无闻的强者，10大修炼圣地里边有很多。而这次无悲洞府出事，这些没有名气的戒神大多数也都聚集到了这里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对方没有名气，没有名列戒神榜，就小瞧了他们。的确，随便冒出的一个九丑，就具备戒神榜前30的战力。而现在这无悲洞府那些没有名气的强者里面，比九丑要强的肯定也有，甚至连那跟10大怪物媲美的强者，估计也会接连出现。戒神榜排名第3的超级天才啊，竟然就这么败了。之前我们也猜到了，这次盛宴戒神榜排名肯定会出现巨大变动，但排名前10的10个怪物应当不会变动太大，特别是排在前3的3人。可谁曾想，无悲洞府开启到现在不过2个月，排名前3的人就已经被击败了。击败妖女绫罗的那名神秘男子到底是谁？有没有名字？没有。据我得到的消息，那神秘男子在挑战绫罗时根本没有报出自己的名字，就直接出手了。他以刀为兵刃，刀法极其可怕，而且同时参悟了9大天神道当中的黑暗道与杀戮道，其中黑暗道已然具备道宫第1层的水准，杀戮道虽然没有达到第1层，但也差不了多少。哎呀，同时参悟2条天道之力，且感悟如此之高，真是厉害呀！无悲洞府开启到现在，一些之前没有名气，但在洞府内却展露出惊天实力的强者有不少，有很多都具备戒神榜战力。但在这些人当中，这位用刀的神秘男子应当是最强的一个。齐副楼主，最新的戒神榜可曾整理出来了？别着急，这盛宴刚开始，争斗的最为激烈，戒神榜的变动也最为巨大。我万象楼要整理起来也并不容易，更何况有些小家伙虽然出手展露了实力，可我万象楼到现在还不知晓他们的真正的身份。像击败了绫罗的那个小家伙，我万象楼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他是谁，又如何公布啊？这倒也是。再等等吧，等整理的差不多了，自然会公布的。好家伙，连戒神榜排名第3的怪物都能够撼动，这次来到无悲洞府的众多戒神里面，还真是卧虎藏龙啊！看样子，我要是不在那真神殿修炼的4个月，掌握了一丝时空之力的话，我的戒神榜前20的位置怕都难保啊！剑无双，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我在这个地方。怎么了？快，立即朝你西北方向前行，龙牙就在那个方向，他现在被人追杀，你立即赶过去救他。龙牙被追杀？莫非是龙牙得到白烟果了？对，他机缘巧合下抢到了一枚，但却被不少强者给盯上了，现在正施展龙血秘术拼命逃窜。不过龙血秘术是疯狂燃烧神力的，他根本撑不了多久。轩一现在也赶过去了，但你离龙牙更近，我会通知龙牙尽力朝你的方向逃窜，或许还来得及。那好，我立即出发。混蛋！我的神力已经燃烧了足足7成，剩下3成顶多还能够支撑半刻钟的时间。啊！太好了！还没到，剑无双还没到。
撑不住了。兄府剑神，那白银果我给你，莫再追了。哈哈哈哈哈哈！你若是一开始将那白烟果交给我，我倒不会为难你。可现在你都已经快油尽灯枯了，这个时候才低头，太晚了。杀了你，那白烟果照样是我的，且我还可以得到你一身的宝物，何乐而不为呀？反正又不用费太大的力气。混账！我可是星辰宫弟子。别拿星辰宫弟子来吓唬我，我天府神功可丝毫不怕你星辰一脉。哈哈，龙牙，受死吧！白烟果，哼，以为这样就能够逃出我的手心吗？剑无双，龙牙，你没事吧？死不了，只是神力耗尽了。另外，那枚白烟果也已经落入了这凶府剑神的手里。我这里有丹药，你赶紧吞服了，恢复神力。好。凶府戒神，无悲洞府内众多戒神都在为白烟果而疯狂争夺厮杀着。在争斗当中被人杀死，那也只能怪他自己实力太弱，怪不了别人。凶府戒神，若是龙牙占据了白烟果而一直舍不得交出来，你出手杀他，我可以理解。但现在龙牙都已经将那枚白烟果交给你了，你却还紧追不舍，要置他于死地，这未免过分了。过分？在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实力的强与弱。我既然实力比他强，那我就算过分了，又能如何？剑无双，你应当庆幸你在戒神榜排名并不低，我没有绝对把握可以杀死你，不然别说这龙牙了，就冲你身上拥有的那枚白烟果，你今日也得死在这里。哼，这么说，我倒的确是走大运了。不过我却很想知道，戒神榜排名第9的你，到底有多大能耐？怎么，想试试？凶府戒神，还有剑无双。龙牙，将白烟果交出来！交出白烟果，不然你必死！我得到的那枚白烟果，已经落入了这位凶府戒神的手里。他说的没错，我手里现在的确有一枚白烟果，不过在场有白烟果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那剑无双身上也有一枚，所以你们可得好好想想了，是要我手中的白烟果，还是要剑无双呢？再或者，你们可以想办法将我们2个人都留下来。剑无双，将你手中的白烟果交出来吧。看样子他们是将我当成软柿子了呀。也对，凶府戒神在戒神榜排名第9，可比我的排名要高多了。正常情况下，他的实力应该也比我要强。剑无双，将白烟果交出来，我等让你带着龙牙离去，不然你跟龙牙都得死在这里。就凭你们，你在找死！动手杀了他！杀！死！我本不想大开杀戒，但这次却是你们自己找死。逃！逃！赶紧逃！太可怕了！他不是人，他是魔鬼！精彩，当真精彩！没想到你剑无双竟然还擅长意识攻击，而且意识攻击手段还这般了得，倒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啊！
碍事的人都已经解决掉了，接下来该你了。想动手，放马过来便是。龙牙，你先退到一边。我倒要瞧瞧，戒神榜第9的你到底有多强。幻境，给我破！哼！哈哈哈哈哈！好强的力量！我都已经催动血雨轮回甲的秘术，可在力量威能上竟然比不上。剑无双，你的实力就只有这等程度？就这等实力也敢来挑战我，真是不自量力！啊，这速度！修剑神，你不是力量强吗？我不会依凭力量，我就依靠速度虐杀你。混账！想要单靠蛮力碾压我，你做梦！你的身法速度，甚至包括近身厮杀能力，都远不如我。仅仅只是力量比我强上一点而已，还在我面前猖狂，乖乖当我的活靶子吧！真神级的混沌奇宝。剑无双，我倒是小瞧你了，你竟然已经具备了戒神榜前10的战力，倒真是够了得的。你我实力相差不大，再斗下去也没有意义，我就不奉陪了。剑无双，你要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我可不这么认为。好胆，真以为我怕你不成？幽神斧，九天剑。能够死在我最强绝招之下，你也该自豪了。怎么可能？他竟然没有受伤！你的最强绝招都杀不了我，那接下来就该我杀你了。糟糕！我得赶紧逃，不然就真的危险了。剑无双，这次算你厉害，那白眼果我给你。哼，白眼果，杀了你，那白眼果不照样是我的？剑无双，你别太过分了。是你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实力为尊，我实力比你强，就算过分了，又能如何？废话少说，受死吧！混蛋！之前龙牙将白眼果都交给你了，可你依旧想置他于死地，而现在，我只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罢了，怪不了我，怪只能怪你自己该死。剑无双，你竟然杀了凶府戒神，那可是戒神榜排名第9的强者啊！排名第9，哼，也不能说我克制他。而是我的身法实在太过诡异了，太过可怕。大部分强者，包括戒神榜上的强者，碰到我的身法，估计也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除非是那些同样在身法上有着极高造诣的，可以跟得上我的速度的戒神。无涯，你的神力恢复如何？你给的那几枚丹药效果不错，我的神力已经恢复了1成。虽然无法进行大战，但仅仅只是略行的话，还是没问题的。那就好。宣一，剑无双、龙牙，你们没事吧？
没事，幸好有剑无双及时赶到。那是凶府界神？什么？好了，先不说这个，咱们赶紧离开吧。刚刚那一战动静可不小，周围还有不少界神在看着。啊！凶府界神竟然死了！啊！界神榜排名第20的剑无双，竟然斩杀了第9的凶府界神，太不可思议了！雷潮，你星辰一脉的人，好大的胆子！哼，胆大的是你天府神宫的那位凶府界神吧？他之前追杀我星辰一脉的弟子龙牙，龙牙都已经将白烟果主动交给他了，他还不罢手，非要置龙牙于死地。现在剑无双杀了他，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狗屁的咎由自取！这件事，我天府神宫不会当作没有发生过。不管你天府神宫想做什么，我星辰一脉都接着。这剑无双实力很强嘛？的确，同时感悟轮回、时空2条至尊道，且在轮回道上的感悟已经可以闯过道宫第1层次了，当真难得。这剑无双最厉害的还是他的身法。对，他的身法太诡异了，凶府界神完全跟不上，只能一直被动的挨打。这剑无双的身法我知道，他的身法来自于很久以前，是一位在时空道上有着极高感悟的真神所创，名字叫流光幻影。那位真神自身实力算不得太强，距离界神榜都还有一定差距，但他的身法在那一时代却被公认为真神当中的第1。后来那位真神陨落，他的这一身身法传给了他的后人，经过漫长岁月的辗转，最后却落入了一位名为龙修的界神手中。那龙修界神之前就关押在我的天剑牢狱内，而剑无双在我的天剑牢狱当中闯荡，将这龙修界神斩杀，也就得到了这一身法秘术。原来如此。不，单论身法，这剑无双现在在界神榜众多强者当中，估计也能排在第1了。的确可以，这凶府界神明明不比剑无双弱上多少，却被剑无双凭借着身法给直接虐杀了。有这等惊人的身法在，这剑无双的实力足以在界神榜中排进前5。剑无双，你实力最强，龙牙得到的那枚白烟果你自己收着，不用给龙牙了。明白。这无悲洞府强者如云，白烟果放在您手中才是最安全的。接下来你们2位打算怎么样？我的神力还未彻底恢复，且就算彻底恢复了，单单我一人在这无悲洞府闯荡也充满凶险，所以我打算与宣一联手一同行动。这样最好。既然如此，那我就走了，你们2个人行事小心一点。一个界神对天道的感悟可以闯过道宫第2层，连界神榜排名第2的紫东王跟第3的绫罗对这毁灭神君都充满着惊悚。我要是碰到这位毁灭神君，恐怕也只有狼狈逃窜的份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回事？难不成这洞府要关闭了？来自万古混沌世界的众多界神们，欢迎来到我的洞府。无悲，那个疯子明明都已经死了，竟然还在自己的洞府内刻意留下意识。我就猜这洞府没那么简单。那疯子到底想做什么？我这洞府已经开启了3个月，3个月下来，我在这洞府第1层留下的15枚白烟果都已经落入到你们的手中，而接下来你们便该进入洞府的第2层了。那第2层拥有的白烟果会更多，足足50多枚。
这洞府还有第2层，第1层有15枚白烟果，而第2层竟然足足有50枚！啊，天哪！第2层足足有50枚白烟果，真的假的？怎么会有那么多？我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休息，或者是准备一下，洞府的第2层便会开启。先提醒你们一下，洞府第2层的空间可没有第1层这般巨大，而白烟果又那么多，所以争夺起来说不定会更加疯狂哦。国王，你说这无辈界神所说的是真的吗？洞府的第2层真有那么多白烟果？不知道，不过正常情况下，单1棵白烟果树，就算经过这么多年的累积，那也无法累积这么多白烟果的。而且这位无辈界神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你千万要谨慎行事。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这无辈界神如何疯狂，那第2层我也必须去，就算不为了白烟果，也得为了得到逆修的修炼法门呢。